他竟然说台湾需要杨修的洞察之能。杨修如果真的有洞察之能，就不会去蠢到惹自己的老板。杨修可以看出曹操的动静，但是看不穿曹操的心机。问题是赖清德连川普现在要干嘛都不知道。我共不反中也是一样，我反的是这个政权，我没有反对这个。我可以把赖清德单独拉出来，反赖不反对。蔡英文之前他就说台美关系史上最好，我就吐他槽。两国之间关系最好不是在经贸，而是在军事上的合作。台美关系史上最好是国民党执政的时候，但现在看起来蔡英文没讲错。在民进党执政之下，蔡英文那个时间点真的是台美关系史上最好，因为只有更烂。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曹操谈饥饿，川普谈统一，所以统一就是饥饿，是这样吗？我们不知道。那这个论调，其实我今天写在我的标题上面，就写宜川但不能宜美，好，我就帮他定义了。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汉哥人这个最新的一个说法。川普都说了统一，还不能宜美吗？网友问。我说，面对境外敌对势力，台湾的武器装备都只能依靠美国，以美抗共，被迫2选1。讲白了，若不是中国要打台湾，台湾何必事事依赖美国呢？这是不得不的选择，不是台湾真的有多爱美国。讲这句话就宜美啦，美国不可疑，但川普不可信，怎么办？至少得防川，某种程度的宜川吧。川普呢说，为什么说统一？各方解读不一。在我看来，川普的统一说绝不能小觑。这句话倒讲得非常的重点。拜登说过保台就信，川普说过统一就不信，不可以双标自欺欺人，单纯解读为口误。也许我们心里会比较好过，但川习通话在即，谁能保证川普脱口而出？他打是脱口而出啊！有看那个过程就知道，川普是念稿而出，不是为了讨好习近平，营造对话良好气氛。那年曹操久攻不下，喝鸡汤见鸡乐，当夜口令定为鸡乐，嘱咐杨修啊，立刻看穿曹操的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心意啊，禁制通令将士可以拔营，即将退兵。此举惹怒了曹操大怒，斩了杨修啊。曹操叹鸡乐，川普谈统一。台湾如果有杨修洞察之能，却要避开杨修的杀身之祸。如果川普真的支持统一，那台湾该怎么办呢？以小事大以治，即使不能以美，至少也得宜川或者说防川，永远都要做到最坏的打算，这才是小国生存之道。他最近有一个讲法叫做宜川，但是不宜美了，反共不反中。我可不可以说我们现在是反赖不反台？我也可以这样讲啊。他们都说我们不爱台湾，反绿不反台啊。简单讲，这个就是一个包赢。在论述上面，两者都要，因为他知道两者的说法在舆论的市场上都有人买。比如说好了，宜美这件事情，它是民进党的主旋律，它不能去碰这条红线，也不能宜美。所以通篇来看，它其实只把风向往那边带，就是当然不能宜美，我们没有宜美的本钱。起手式讲得很清楚啦，有中共的存在，我们怎么宜美？谁来保护我？我们的武器怎么办？我们的装备怎么办？全部都要靠美。但是川普怎么样？确实可以稍微适当的去怀疑一下，他想把那个所谓的假客观、假中立的那个标签再带回自己身上来。但是通篇来看，我很好奇的是，他为什么会用杨修的例子？如果大家都知道典故的话，大家都知道曹操想斩杨修其实很久，他杨修的这个人的形象就是小聪明，对，小聪明哦，不是大智慧哦。杨修跟一个人对比，刚好最厉害，贾诩，贾诩还跟过董卓阵营，对，董卓倒了，吕布再倒，他都没事。贾诩是天生的阴谋家，对，所以我是觉得他这个举例其实我觉得没有很好。说真的，如果你用杨修的话，你在暗指谁？曹操之于杨修，那是谁之于谁？照这个比喻，就是美国之于台湾，对嘛？但是美国之于台湾，如果是人物对人物的话，难道不是川普之于赖清德？所以黄伟汉把赖清德用杨修来比喻，真的有合适吗？杨修至少还知道曹操要干嘛，杨修可以看破曹操现在的心境，对，但是他看不出曹操的心机。对，我其实比较在意的是这句，他说，在我看来，川普的统一说绝对不能小觑。他的意思是说，难道拜登说保台，然后你们就信？川普说统一，你们就不信？哎呀，民进党不要那边双标自欺欺人。他这一段话是标准蓝营的讲法，他把蓝营的心里话拿出来讲，因为我们很多蓝营都会讲啊，拜登说保台你就信，人家明明就有出来说没有。那现在川普说统一，当然国务院也出来说没有，对不对？对，意思就是说，民进党就是这样啦。哎呀，拜登说要保台的时候，你们就大肆的宣导啊、宣扬啊，然后报道所有这件事情。现在川普说要统一，说没有跟台湾无关，这句话其实就是在吸，他还是想要吸到蓝营的那些支持者。但是又讲他说，谁能保证川普的脱口而出不是为了讨好习近平？他又在帮川普解释为什么有统一说。以前对台湾是口惠而实，我们刚刚讲，你不要每天说挺台湾，让我们加入联合国啊，好不敢是不是？至少我们恢复邦交嘛，不要每次都口惠而实不至。但是赖清德
上台以后最可怕的事情是，现在连口汇都懒。拜登起码嘴巴上还让你觉得我们两个是男女，私底下我们就什么关系就不讲。现在是川普台面上直接跟你讲，我跟你没关系。那我真正担心的是什么东西？我们是不是前一阵子有一次赖清德要讲话之前，然后我和哥有发个脸书，今天晚上发脸书，然后直接预测的还是跟赖清德隔天讲话的逻辑是一样的。老实讲，这个是危险的哦，因为他现在就是说，基本就跟他们民进党逻辑一样，我们反共不反中嘛。那你告诉我如何不反中嘛？你们就在反中嘛。你们把共跟中等一样嘛。那黄伟汉哥这次是说反川不反美嘛，就宜川不宜美。那他背后潜台词是什么东西？他告诉他在暗示的，他在民进党所有的人之前，他先做一件事情，就是川普对台湾是不友善，川普是有可能把台湾割掉的，出卖掉。川普谈到统一是有可能再把台湾统一当成两岸对谈的一个筹码，所以因此川普是不可信的。他背后代表什么东西？不是单纯的蓝营骂川普不可信，他背后代表可能是民进党现在认为跟川普之间的互动跟他们的交涉已经不如蔡英文那时候的稳固了。他们不知道川普接下来会做什么事情，所以接下来川普做的一切事情，民进党基本上就只能跟川普站在对立面，因为他真的要去出卖台湾利益，真的要把台湾卖掉的话，民进党不可能说川普好棒棒，我们要跟川普站一起。所以因此宜川不宜美，就是说民进党神主牌就是要按照我汉哥说法，的确是这样子。民进党没办法选择中国大陆，他们只能依赖美国。但当美国的今天领导者、美国总统都开始出卖民进党，跟民进党站对立面的时候，我要跟我的选民讲，我要选一个人一边站啊。所以我只能说川普是神经病。所以川普就即便接下来的对台湾的关税贸易，台湾谈的不对，台湾谈的还是30几%，谈的不尽理想，那民进党可以跟国人讲说，哦，因为川普就是要去讨好习近平，就是要跟老公去做生意，他们就是要为美国他们川普自己生意上的利益，还不是美国中心主义。因此呢，川普做任何的卖台的事情或对台湾不利的政策，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就是习近平，他就是中共同路人，就是要跟习近平达成协议。所以我跟你讲，这篇文章最危险的事情是什么？危险在于他暗示跟预示了民进党接下来跟美国跟川普之间关系的恶劣恶化，以及没办法有很好的谈判的一个进程。曹操探基了，川普谈统一，他其实暗示一件事嘛，川普谈统一这件事情本身没有那么严重，基勒嘛，食之为弃之为，就是川普拿来操弄一下的玩意儿，我觉得他就在暗示这个，因为你第一次看到基勒的时候，你就会放下戒心，你要了解到为什么这个统一那么严重，这是美国总统史上第一次在嘴巴里讲出 unification， 而且重点哦，他后面是接这个 peace 哦，那对，这两个是不能拆相看哦，对，还有川普从头到尾念稿，他没有乱发挥哦，因为川普谁都敢给笑，但有2个人他不敢给笑，一个叫普丁，一个叫习近平，因为这2个人是他基本上，我认为他是认为这2个是个咖，而且是大咖，所以这件事其实非常严重。但是你开启用这个开，就代表说你在把它打破，因为基勒在我们华人的语境理解里面，它不是个重要的东西，对啊，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再来，借着网友的提问来串出这一题的重要的性质。因为汉哥他的人格的特质是，他不去做很强烈的论述。做主观意见的表达，他喜欢做客观陈述，还有呢，提供大家所谓的思考的空间，或者是说多重选项。那他说啊，面对境外敌对势力啊，台湾的武器装备都只能靠美国，以美抗共，被迫2选1，这个就好玩了。我们以前是有法制武器的，我们是有 IDF 自制武器的。我们就有云豹甲车的，我们是有中型战术人车，虽然弊案都很多，我们的 5K2 步枪升级成 T91也是都自制的。那为什么会突然只剩2选1呢？潜舰不是国造吗？为什么要靠美国呢？潜舰国要靠的是韩国啊！如果不是中国要打台湾，台北要何必事事依赖美国？那这里最厉害一个点就是，他已经预设中国就是要打台湾，对，会不会打这件事情本身，大家了解到政治谈判的结果决定了军事行动的要素。那这是不得不的选择，也就是说中国一定要打台湾。但中国有说一定要打台湾吗？就你不台独，中国会打台湾吗？不是台湾真的有多爱美？那为什么要提出这个呢？因为最近美国人打脸民进党实在太凶猛，所以你们刚才2位都讲的是对的。这个凶猛让民进党几乎没有下车的空间。比如说，我随便举个例子，第一波谈判名单结果打脸，贝森特每次出来名单换了好几轮就没有台湾，谈判非常取得重大进展，然后呢重大宣布，结果是英美协定，英国在前面，你又不第一波，你不第一个。矛盾之后呢，他当然引出说美国不可一，但川普不可信，怎么办？这句话
他把它定成一个定句，而且用句号，什么意思？它暗示这句话是合理的。这句话本身逻辑就是矛盾的，也不合理。美国不可疑，川普不可信。美国今天为什么可疑？他不演了嘛？那谁让他不演了吗？是建制派让他不演了吗？是不，就是MAGA派，就是川普。所以川普既然造成美国可疑，所以当美国不可疑的时候，那川普不可信，那这句话就不会是个矛盾句，你就不能但，它必然是且。但川习通话在即，谁能保证川普的脱口而出不是为了讨好习近平，而是营造良好气氛？这里我就要说汉哥的不对，川普不是脱口而出。但是当然，我觉得他上下引号，为什么？因为脱口而出，它是个既定事实。这个上下引号是什么？是说我们也可以认为他是脱口而出。